高温末世来袭，我因阻挡舍友开窗通风，和他大吵一架。柳如烟趁我去阳台收衣服的时候，将我关门外。她在空调房内狞笑，活该，谁让你拦我开窗？自找的。直到最后，我都没有走出那个阳台。再次睁眼，我决定和父母建造安全屋，在这末世中苟活。梅梅拉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开窗？你不知道我们宿舍都几天没开窗通风了吗？宿舍这么闷，你让我怎么活？舍友柳如烟叉着腰，看向我的眼中充满了怨毒。现在天这么热，你把窗户打开，室内温度很快就要和室外一样了。这样下去，我们宿舍也会变成蒸笼。我尽量平复自己的心情，努力地和柳如烟讲道理。那为什么其他人都不说话？怎么一天到晚就你的事情多？如果不开窗通风，宿舍出现细菌，导致我们所有人生病怎么办？我们出事了，你担责吗？反正你都保研了，早晚也要搬出去，或者你直接从这里跳下去。你直接从这里跳下去，这句话彻底把我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给击塌。我转头看了一眼其他的舍友，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像是假装听不见我们俩之间的争吵一般。这些事情我都见怪不怪了。我告诉他们我被学校保研了之后，他们对我的态度就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变。一开始我还觉得是我太敏感，现在我彻底确信他们是真的不想再看见我。两行泪从眼角滑落，柳如烟见状只是冷冷地笑了笑。又哭？怎么？实在不行你去找导员告状呗，你又不是没找过。你看看这次导员是信我们还是信你？我无力再和柳如烟争吵，天气越来越热了，晾在阳台的衣服就跟挂在室外一样，不出半小时就能晾干。这温度的变化实在是不太正常，宿舍的空调全天开着，18度，但还是觉得不够凉快。我看了看阳台1小时前刚洗好的衣服，打算把衣服收进来放好。现在的这个天气，连宿舍楼都不用出，只需要走几步，浑身上下就能被汗水浸湿。柳如烟不知道什么时候跟在了我身后，在我进入阳台后，竟然反锁上了阳台门。只见她站在玻璃门后，冷眼看着我。柳如烟，快把门打开，让我进去。阳台是个密闭空间，我很快就被热得喘不上气。她抱着手臂，冷眼看着我。你别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，不就是保了研，凭什么趾高气扬地命令我？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的在里面反省一下吧。我没想到一起同住了4年，马上就要毕业的舍友们，竟然对我有如此大的恶意。我敲着门，试图去喊剩下几个舍友的名字。招笑、费翔，你们说句话，帮我把门打开行不行？可惜他们都一直低着头玩手机，就像看不到我一样，没有一个人理会我。我真的很后悔，为什么不早早地搬出宿舍？不远处的楼下传来一声爆炸声，隔壁宿舍楼下的电动车被热炸了。我开始用脚踹门，我狠狠地砸了半天，门还是纹丝不动。加上今天还没吃东西，全身的力气也在一点点抽离，氧气越来越少。我想尝试着打开阳台的窗户通个风，可窗户刚刚打开一个缝，外面的热气就铺天盖地地朝我袭来。外面的气温高到我完全没有办法喘息。柳如烟的声音从宿舍里响起：哟，不是说不让开窗通风透气吗？那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竭力扭过头想看看柳如烟的嘴脸，但我实在没有了力气，脱水倒在了地上。彻底失去意识之前，我听到舍友柳如烟和其他舍友说：没事儿，他就是装的，想骗我们给他开门呢。意识游离之际，我看见世界混乱无秩序，四处都是面目全非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再次睁眼，身上的灼烧感已经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舒服又凉爽的被窝。我猛地拿起手机，难不成刚刚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一个梦？我小心翼翼地翻身下床，舍友柳如烟正坐在她的椅子上打游戏。见我下床，柳如烟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：梅梅拉，我想关空调开窗通通风行吗？咱们宿舍太闷了。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话音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2025年7月20日，也就是说，我重生回到了我数之前。我没有像之前那样和柳如烟讲道理，随手把空调遥控器扔给她。随便，你想开就开，不用问我的意见。柳如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接过遥控器，关掉宿舍空调，跑去阳台把宿舍的窗户打开了。刚打开窗户，柳如烟就惊呼了一声：天哪，外面怎么这么热？其他舍友听到柳如烟的动静，也纷纷放下手机走到阳台。好热，今年的夏天怎么这么热？热的实在是太不对劲了，要不我们中午别出去吃火锅了，点个外卖在宿舍吃好了。
柳如烟附和着点头。行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跟店家说一声，取消预约。我抬头看着窗外站着的这几个人，他们什么时候背着我约了火锅？或许是他们突然想起什么，猛地回头看向我。肥翔有些尴尬地开口：梅梅啦，这段时间你一直都在弄保研的事情，我们以为你没时间吃饭，所以就没叫你。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表露出伤心的神色。没事，我本来也忙，正好我要去图书馆看一下导师给我发的资料，你们要不要去？柳如烟站在阳台狠狠地白了我一眼，说话又酸又臭。我们又不像您没有保研，我们也配去图书馆？见他们这样，我更是没有话说，匆匆拿着几瓶水出了宿舍。我是一个富二代，当初和家里人赌气，我偷偷修改了我的高考报名志愿，背着家里人跑去了南方上大学。我妈最后实在没办法，偷偷瞒着我爸往我的卡里打了1000万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因为赌气也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他们。当然，他们给我的钱，我也硬气的一分没动。到了银行看了一眼余额，我这才放心的往外走。原本我还打算领着舍友们一起去校外住，现在看来我真是个大圣母。他们嫉妒我保研，就暗戳戳的在背后嚼舌根，甚至现在演都不演了。上一世他们把我关在阳台活活热煤，那这一世我又凭什么在乎他们？既然老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那我一定要和我爱的人好好活下去。拨通许久都没有拨过的电话，我的手紧张的颤抖。电话刚拨通，那熟悉的声音就从电话那头传过来，我妈有些小心翼翼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：梅梅，是你吗？我深呼吸几口气，说出来的话带着浓浓的鼻音：妈，是我有事情要和你们说。爸妈一听我哭了，急忙在电话里安慰我。我就近找了一家酒店住下。大妈，你们听我说，世界要变天了，有大事要发生了，你们赶紧把家里的房子都加固起来，高温末世就要来了，最多1个星期之后，气温会暴涨到70度，人待在室外会立刻就被热没，我们要提早做准备，迎接末世的到来。我不知道我这么说爸妈会不会相信我。我把上一世的事情和他们讲完后，爸妈双双沉默了一会儿。过了几分钟，我爸终于开了口：梅梅，爸爸现在就找人加固房屋，给别墅多装几个空调和隔热板。那你呢？你什么时候回家？爸爸妈妈真的很想你。我庆幸父母对我的爱始终如一，宿舍里这群人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。回到宿舍后，我发现宿舍的门窗都已经被他们关上了，几个人在我进屋前还在打打闹闹，见我回来后瞬间都冷下了脸。刚要上床，我就发现了我床上的一滩水渍。柳如烟抱着手臂朝我走了过来：梅梅啦，宿舍实在是太热了，所以我们撒了点水降温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憋着一口气，涨得脸通红，抬头就看见柳如烟小人得志的脸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梅梅，要不你今晚就去外面将就一晚上吧。他说的话大义凛然，我扭头看向其他2个舍友。你们也是这样想的？他们俩听见我的话后，全都把头偏了过去。虽然说一直以来柳如烟对我的恶意都是最大的，但剩下2个人沉默的中立，何尝不是另一种微妙的敷衍呢？我了然的点点头。好啊，不过在我出去之前，我拿出手机，把所有被柳如烟弄湿的床品全部拍照留存。我这套床品一共8万8，不能水洗，麻烦你支付一下费用。说着，我掏出手机，找出当初床品的消费记录。床上的这几个玩偶，我就收你3000，付钱吧，付完我就走。无视柳如烟的瞳孔地震，我不耐烦地晃了晃手机。快点，不然我就把你的恶性发到宿管群、学院群还有班级群，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你这恶心的模样。柳如烟瞪着我，双手叉腰。谁知道你有没有骗人？你一个大学生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？我1个月生活费才1500，谁知道你的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我从上到下鄙夷地看着柳如烟。之前不告诉你们我家里多有钱，就是因为怕你们自卑，没想到我的忍让导师让你们蹬鼻子上脸了。听完我说的话，柳如烟挣扎着就要来哄我，我反手把柳如烟哄睡着了。不赔钱是吧？那你等着吧。我拎着包往宿舍外面走，一边走一边把刚才的照片和视频往宿管群里发。见我要离开，柳如烟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把抓起我的手。你这种女人就不配保研。我甩开她的手就要往外走。
这时候那2个从来不说话的舍友也开始出来劝架。梅梅、如烟，你们俩别吵了，到时候别的宿舍的人怎么看我们宿舍的人呀？笑话都让他们看去了。我指着招笑和斐翔生气地说，就你俩体面人，别装了行吗？我摔门走出宿舍，没走几步就热得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看来极热末世是真的要来了。我立刻打车去机场。我爸说我爷爷在年轻的时候在老家买过一个带有防空洞的山头，全家人去山里避暑，比别墅的地下室更舒适，更何况在山上能呼吸新鲜空气，能找到水源，打猎到野生动物。最主要的是那个防空洞一般上山的人都找不到。飞机落地后，我马不停蹄地和爸妈会合。再次见到爸妈，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流。这么多年没变，他们还是记忆中的那个模样。我妈哭着把我抱在怀里，好孩子，能回家就是好孩子。爸妈，我知道我们很久没见了，但之后我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建造属于我们的末世安全屋。我爸笑眯眯地从包里掏出一个文件袋。爸昨天想了想，在极热末世建造安全屋，首先需要围绕4个核心：隔热降温、水源保障、防空洞的结构稳固和隐蔽安全4个方向。虽然爸爸不知道你所描述的极热末世又有多么的热，但该有的保障我们应该都要做。防空洞是半地下室结构，我打算在门口覆盖至少50厘米的土层和树皮，进一步隔绝太阳辐射，更能好好的隐藏我们家的防空洞，来阻止危险。降温系统我打算设置底下风道，在顶部设置风口，而且我们要储存大量的冰块，在顶部置办太阳能光伏板，并且使用半导体冰箱来储存食物。我不懂这些，但我放心我爸。那防空洞装修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爸爸。我和妈妈负责采买物资。我爸点点头应了下来。我牵着我妈的手去了我们市最大的一个大型批发市场。上一世我走得太早了，并不知道极热末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也不知道末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结束的，所以我们决定至少储存3年的量。普通人末世的囤货清单一定是有水、主食、肉蛋奶、蔬菜水果和高热量的高糖食物，最主要的是营养补充剂。因为我爸做的这些保障，我和我妈还打算养一些鸡和鱼。我们俩买完了食材，又马不停蹄地去买生活用品，牙膏、牙刷、洗面奶、护肤品、卫生湿巾有多少就买多少。买空了好几家超市后，我让工作人员把所有物品都送到我家山下的别墅。不少路人都侧头看我和我妈的壮举，为了避免恐慌，我只好谎称这些物资都是用来做慈善的。买完必备的物品后，我感觉我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一些。车开到一半，我妈紧急刹车。怎么了，妈妈？要买了吗？我们应该再去买一些种子，如果到时候真的到了没有蔬菜吃的地步，我们自己种点菜也不是不行。我看着我妈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手。那你会种地吗？我妈摇了摇头，随后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虽然不会种地，但是你爸学东西快，他会呀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和我妈分头去买物资。天气越来越热了，下车后我直奔药店，几乎把柜台上能看见的药品全都买了下来。卖货的人有些警惕地看着我，我依旧拿出我那套话术，因为要捐赠，来不及订药了，只好在这边买一些药品凑数。那老板半信半疑地把药给我装了起来。出去后，我感觉我身上的汗水就像不值钱一样往下流。我猛地想到，我应该去买一些葡萄糖水和电解质水。这种天气中暑还好说，如果得了热射病，那就无力回天了。说着，我就打电话到了我们市最大的一个食品加工厂。那是一片厂区，我一个厂间一个厂间的走，几百箱的往家里搬东西，忙活了一天，我这才感觉到饿，赶紧跑去商场和妈妈美美吃了一顿火锅。不少还在逛街的人也察觉到了这天气的异常，纷纷说要去购买一些物资回家躺平。看到他们，我这才想起来被我遗忘的宿舍里的那些人。我点开手机，一条条地翻开群里的消息。我把柳如烟他们对我做的那些事曝光出去后，群里的人就聊开了花。不少人开始攻击柳如烟的长相，说她看起来就像是高中时期会霸凌人的 mean girl。聊天记录里，柳如烟和她的2个小跟班还在不停地诋毁我，说我通过不正当手段保研，甚至把他们对我做过的事情全部反过来，
营造出受害人的假象。还真的有人被洗脑，开始反过来攻击我。我一条一条的艾特他们反击。柳如烟天生看不得别人好，自己得不到的其他人也别想要。我还没保研之前，他就经常在宿舍群各种蛐蛐其他院校的人，保研后那个4人群就没发出过消息。我直接反手把群里的聊天记录转发到宿管群，群里顿时炸开了锅。柳如烟，我认识你吗？梅梅啦，你给我记住。我再发出消息，宿管群显示已解散。呵，什么表白墙、失物招领墙，我全部都爆料一遍。柳如烟，我看你还能不能在这个学校混下去？很快，气温骤升，末世如期而至，高温炙烤的城市沦为废墟。后来从零星的幸存者消息里得知，学校宿舍区率先断了电，没了空调的庇护，柳如烟他们被困在闷热的宿舍里，最终没能熬过最初的极端高温，就像前世我被他们困在阳台那样，而我和父母在防空洞避难所里守着充足的物资，在清凉与安稳中度过最难的时光。恶人自有恶报，这一世我不仅护住了家人，也等来了最解气的结局。